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7月15中元节，这3种纸不能烧，小心恶鬼来索命，害你魂飞魄散。相传每年从农历7月1日起，阎王就下令大开地狱之门，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、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，获得短期的游荡，享受人间血食。所以7月也称为鬼月。7月15日为盂兰节，又称中元节、麻姑节、7月半或鬼节。民间习俗，鬼节要祭拜祖先，有的人会在门前或街道巷口烧纸钱，因为人们相信纸钱就是死者另一个世界里的钱，多烧一些纸钱，死者在那个世界里才会有钱用。虽说含了很重的风俗在里面，但也正是中国人敬重先人的体现，是孝道的延伸，也是一种对死者的悼念。因此不要过于的迷信，也不要鄙弃鬼节的存在。那么7月半鬼节给先人烧纸有什么讲究呢？首先要准备好祭品，苹果、龙眼等水果，或者适量的生肉，放在坟墓前，然后开始点香，一般为3根即可，不要太多，并不是越多越好，只有3根才通天地，才可以告诉先人鬼魂前来领取。烧香就如同打电话一样的，是先通信息，所以上香为第一步。接着是点蜡烛，因为阴间没有日月，道路不清，所以要点灯指引方向，告知亡者在哪里领取。最后才烧纸钱，一定要包成父子才可以。烧的时候弄好底火，防止在烧的过程中燃不尽，导致纸钱剩下，并且在烧的过程不能去拨它，让其自由燃烧。在烧的时候还要到周围去烧点散钱，这是烧给那些孤魂野鬼的，让他们不要去抢，也是施舍做善事的行为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烧才可以。有的地方会泼水饭来施舍孤魂野鬼，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这样做。所谓的水饭就是米汤，到坟地后朝4面8方泼出去即可。纸钱燃尽过后才可以鸣炮，这样代表祭祀结束，也是驱邪的意思，避免有鬼魂跟着你索要钱财，因为鬼魂都是很害怕火炮的。在烧纸钱的时候，请不要嬉笑打闹，孕妇不能去，也不要乱讲话和说脏话。但是有人就问了，黄历7月中元节烧纸有用吗？鬼月禁忌有哪些？高僧告诉世人真相，我们一起接着往下听。相传东汉的蔡伦改良了造纸术后，生意兴隆，赚得盘满钵满。哥哥蔡锈和嫂嫂惠娘看到眼里，羡慕在心里，于是督促蔡锈去和弟弟蔡伦取经。只不过蔡锈没有蔡伦的耐心和认真，跟着蔡伦学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着急跑回家开店了。惠娘以为丈夫学有所成，立马也拿出家中所有的存款，夫妻俩就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卖纸张的店面。但由于蔡锈学艺不精，生产出来的纸张全部都是劣质的，导致无人购买。夫妻2人每天坐到家里愁眉不展。一天，惠娘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，于是悄悄告诉蔡锈。当天晚上，邻居就听到蔡锈家传说哭声，闻声赶来才得知蔡锈的妻子突然暴毙死了。第2天，蔡锈当着邻居的面抱着妻子的棺材泣不成声，一边哭还一边烧纸。忽听棺材有了响动，传出了惠娘的声音：“相公，我回来了。”众人壮着胆子把棺材盖掀开，惠娘果然还活着，感激地对蔡锈说道：“谢谢相公烧的纸钱，我到了阴间后，阎王让我推磨受苦，但小鬼都帮着我干活，因为我可以给他们钱财。”最后他把蔡锈烧都纸钱都给了阎王，阎王就让他重回阳间了。蔡锈却假装不知情地说道：“惠娘，我没有给你烧钱啊。”惠娘立马接话：“阴间是把纸当钱的，就是你烧的纸钱起了作用。”这件事情很快就在街坊四邻中传开了。封建迷信的古人都相信纸钱真的可以帮助已故的亲人，
于是都纷纷跑来购买蔡墨家的纸张。至此，夫妻俩的店面生意越来越好了。方氏正好赶上惠娘还阳那天的时间是农历的7月15，所以这样的习俗也就流传了下来。每年一到这个节日，百姓就会焚香烧纸，祭拜已故亲人。当然，这只是民间对于中元节烧纸钱来源的传说故事之一。若是我们提到中元节的另一种说法盂兰盆节，也就有了另一个全新的故事了。这种叫法源于佛教。节日的活动和中元节并无别大的差别，都是祭祀祖先和已故亲人的节日。相传释迦牟尼佛的10大弟子之一目犍连，通过修炼学佛得到神通之后，非常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当他用神通观察已故母亲的时候，发现她正在鬼道中受苦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，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每天还得遭受恶鬼倒悬的苦刑。于是目犍连赶到了地狱，用自己的神力化出食物给母亲充饥，但母亲没有半点悔改之心。看到食物快到嘴边的时候，又因贪念在心中泛起，食物瞬间变成了火炭，让人无法下咽。看着母亲备受煎熬，目犍连身为人子却无能为力，他只能回去求佛陀指点迷津你如何帮助母亲脱离苦海。佛陀摇摇头说道：你的母亲生前罪孽深重，才会有这种因果报应，想要救她，不是你可以办到的。佛陀让目犍连在7月15之日为各地的出家人准备好100味无果，然后集结所有僧侣的神通，才能解救深陷苦海的母亲，同时也可以帮助别人解救父母。目犍连照着佛陀的话一一准备，念经施食，不仅普渡了别人的父母，也让自己的母亲得到了解脱，所以就有了盂兰盆节。在古代道教的文化中，相传7月15这一天，阴间会打开鬼门，放出鬼魂出来接受人间的祭祀，所以民间的百姓也会在这一天早早回家，尽量不在夜晚出门，也不会在家门口或是床头摆放铃铛或是风铃，害怕招来不好的事物。对于中元节的时间点来说，有的传说是碰巧时间就是7月15，而有的是这个时间段具有一定的意义。若我们按照《易经》的阐述来看，7本是一个变化的数字，是复生之数，反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天行也。简单来说，天地之间的样子灭绝之后，历练7天后就可以复生，同时也是阴阳循环之道，所以古人才会把祭祖的日子选到7复这个节点上。虽然7月15这一天有不同的说法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祭祀死去的亲人，也是一种追怀先人的传统节日。虽节日的传说或是故事略有不同，但文化的核心思想万变不离其中，那就是敬祖尽孝。所以从这个即将到来的传统的节日来看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古代神话的魅力之处，也可以发现古人对孝道的重视，同时这种传统的中华美德也被发扬至今。老话说得好，不孝父母，拜佛无益，在家孝父母，何必烧远香。只能说一个人连孝顺父母都做不到，即便是敬畏神明也无用。只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，遵循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，虽然烧纸钱只是一种思念故亲的表达方式，但也是一种孝子真心的体现。同时，为了要避免冲撞，就少不了讲究。为了让大家平安度过鬼月，李道特意整理了以下禁忌：一、两不碰。一、不碰烧过的纸钱，不乱踩冥纸。烧纸钱是一种传统的中国习俗，在古代，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仍然存在于世上，因此会为死者举行葬礼，并烧纸钱以慰问死者的灵魂。烧纸钱的传统不仅在中国，在亚洲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习俗。尽管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，但到今日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烧纸钱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统。它代表着生者对逝者的敬仰和缅怀。为此，烧过的纸钱是不可以随意踩踏触碰的。
老祖宗认为这是不吉利的。从科学的角度看，因为作为一种对祖先和死者敬重的祭祀用品，随意踩踏纸钱代表着一种不尊重和亵渎。再者，烧过的纸灰都很轻，脚踩过去，扬起的尘灰会沾染到鞋子、衣服上，甚至吸入鼻腔里，对身体不利。二、不碰祭品，不偷吃祭品。祭品是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代表着人类对神明、祖先的尊重和感谢。在祭祀中，祭品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。祭品的种类非常丰富，可以是动物、植物、食品、饮品等，比如鸡、鸭、猪、牛、水果、蔬菜、谷物等，通常是在祭祀仪式中摆放在祭坛上的。通常来说，一般的祭品会被烹制并分发给参加祭祀的人们食用。第一是通过食用祭品，表示对祖先和神明的敬意和感激之情。第二，有份沾神恩的意思，人们认为通过食用祭品可以分享到神明的恩赐和庇佑。第三，食用祭品也是为了避免浪费，不过并非所有的祭祀祭品都是分食的。比如，人们认为祭祀鬼魂的祭品就是不宜分食，因为和鬼争食容易冒犯鬼魂，带来麻烦和厄运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。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话，因为7月天气还比较炎热，虫害比较多，祭品用来祭祀的摆放在外面久了，容易变质变味，也容易招虫子，吃了容易拉肚子，甚至闹疾病。所以，出于卫生的考虑，鬼月祭祀的祭品不宜食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